这部上映于2007年的末世电影上映后口碑爆炸，票房一举打破《指环王》的首映成绩。主演威尔·史密斯更是凭借此片再创演艺事业新高峰。《我是传奇》改编自美国作家理查德·马特森在1954年创作的同名小说。1964年的电影《地球上最后的人类》以及1971年上映的《最后一个人》都是改编自这部小说。到底它有怎样的魔力？今天就让我们来一探究竟。未来世界，科学家通过基因改造的方式，让人类彻底战胜了癌症。然而，医学进步的同时，却让人类付出了惨痛代价。一种致命病毒在此过程中变异衍生，通过空气传播，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。仅仅3年，人类几乎灭绝，只有极少数具有免疫力的人活了下来。被感染的人大都变成了一种叫夜魔的怪物。曾经无比繁华的纽约市中心，如今破败不堪，俨然成了一座死城。疾驰的车辆打破寂静，车上坐的是内维尔上校和他的狗山姆。谁能想到，失去人类的豪华都市反而变成动物的栖息地？途中，一群野鹿冲了出来，内维尔盯上一头，准备狩猎。可是没等他扣动扳机，却被一头母狮捷足先登。原本内维尔打算开枪夺回猎物，就在这时，他发现一头雄狮正带着幼崽缓缓而来。最终，内维尔不忍心拆散这一家3口，选择放弃。看了看手表，马上就要日落，内维尔没有多停留，而是驱车返回了住所。房间里储存着不少食物，足以让他和山姆生活很长一段时间。电视上放映着几年前录播好的新闻，而山姆的陪伴也给内维尔的生活平添了一抹温馨。帮山姆洗完澡后，夜色很快来临，内维尔赶紧封闭整个房间，随后拿着猎枪和山姆蜷缩在浴缸中。这时，屋外不停传来夜魔的低吼声。3年前，纽约作为首个爆发危机的城市，陷入一片混乱。当时，内维尔利用特权安排妻子和女儿乘坐直升机离开风暴中心，而他自己则留下来研发病毒解药。分别前，女儿还特意将小山姆交给内维尔，好让他有个伴。然而，意外发生了，妻子和女儿所在的直升机与另一架失控的飞机相撞，最终妻子和女儿无一幸免。亲眼目睹家人的离去，给内维尔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创伤。平安度过一夜后，清晨，极度自律的内维尔带着山姆一起在家中锻炼。随后，内维尔独自来到位于地下的实验室。这些年，他从未放弃对解药的研究。这些关在箱子里的小老鼠全都感染了病毒。注射完内维尔研发的药剂，它们中的大多数依然很躁动。但很快，内维尔就发现眼前这只有些不一样，它的攻击性似乎降低不少，看起来也十分温顺。这意味着解药在他的身体里发挥了作用。为了进一步验证它对人体同样有效，接下来就要进行人体实验。于是内维尔带着山姆出门，准备抓一只夜魔来试药。为了降低风险，只能白天行动。可白天夜魔大都潜伏在暗处，内维尔只能碰碰运气。来到一家音像店，里面是他提前摆好的假人。或许是太孤单了，所以内维尔不仅让这些塑料模特角色扮演，还和他们交流对话。兜兜转转找了半天，内维尔一无所获。之后他来到码头，通过无线电向外界发出讯息。每天中午，他都会到码头这里的航空母舰上打高尔夫。听到广播的幸存者们可以去找他，包吃包住包安全。现在内维尔的球技已经练得炉火纯青，可惜一个幸存者都没出现过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出现的野鹿吸引了内维尔的注意，可没等他出手，懂事的山姆竟主动出击，跟着野鹿一路狂奔，最后竟然去了一间黑暗的房子。见状，内维尔大声喝止，可惜已经晚了。要知道，黑暗的空间可是夜魔蛰伏的绝佳地。担心山姆出事，内维尔硬着头皮走入黑漆漆的房间，里面空间很大，如果有夜魔，很可能不止一个。看着地上长长的血痕，内维尔担心不已，幸好是野鹿留下的。然而下一秒，内维尔直面了最恐怖的一幕，几只夜魔一动不动站在那里。见状，他连忙关掉手电筒，不敢发出丝毫声响，避免打草惊蛇。几分钟后，内维尔终于找到躲在桌子下面的山姆，可不管他怎么说，山姆就是不愿出来，眼神里更是充满恐惧。
不好的预感瞬间涌上心头。等内维尔回头，果然其中一只夜魔苏醒后猛扑了过来。内维尔拔腿就跑，山姆紧随其后，最终他们破窗而逃。可没想到夜魔竟死死趴在他身上。落地的瞬间，由于受到紫外线的照射，夜魔的身体不断被灼烧，最终领盒饭。或许是因为他们惧怕阳光，所以才有了夜魔的称号。内维尔对病毒具有免疫力，因此并无大碍。接下来他要制造陷阱捕获夜魔，避免山姆有危险，内维尔只好将他留在车上。行动正式开始，他从身上抽取一瓶血液放在门口，然后将瓶子砸碎。很快，一只闻到血腥味的女夜魔就中了内维尔的埋伏。可就在这时，女夜魔的同伴冲了出来，她不敢完全暴露在阳光下，只能朝着内维尔不停咆哮。仅仅是一点点阳光就足够对夜魔造成伤害，最后她不得不躲回房间。刚才夜魔的神情似乎有些不对劲，从他眼神流露出来的难道是悲伤吗？内维尔将女夜魔带回实验室，通过观察发现她的年纪在18到20之间，心脏1分钟200下，血氧含量是正常人类的3倍。让内维尔没想到的是，解药似乎对夜魔不起作用。面对实验的又一次失败，他很崩溃，只能将女夜魔关在实验室。今天是灾难爆发的第1001天，内维尔把这一次的发现记录了下来。虽然体内有抗体，但他的免疫力无法转移到其他人身上。至于夜魔的行为特征，内维尔认为他之所以主动暴露在阳光下，很可能是大脑功能退化，或者是对食物缺乏的恐惧，以至于让他们忽略了基本的求生本能。这意味着，就算发明出了解药，被感染的人也无法变回一个正常人。想到这儿，内维尔难掩沮丧。这天是内维尔的生日，然而这样的日子已经不再特别，反而让人孤独加倍。内维尔带着山姆开始新一天的物资搜寻，途中他惊讶地发现，本该待在音像店里的模特居然站到了马路上。内维尔压抑已久的情绪在此刻得到宣泄，他歇斯底里地询问对方，如果是真人的话，请回应。眼看没有动静，内维尔开枪将假人击倒在地。可就在他上前查看时，意外再次降临。原来塑料模特是诱饵，内维尔不小心踩中陷阱，整个人都被倒挂起来，脑部充血的他很快陷入昏迷。等再次清醒，太阳都快下山了。幸运的是，内维尔想方设法摆脱了陷阱，然而更大的危机还在后头。随着最后一抹阳光褪去，躲在暗处的夜魔放出3条被感染的狗。没猜错的话，陷阱正是夜魔布置的。这也说明他们的大脑非但没有退化，反而拥有极高的智商。忠诚的山姆勇敢护主，内维尔也在他的帮助下成功杀死3只夜魔狗。可扎心的是，山姆在刚才的战斗中不幸被咬伤。虽然内维尔及时带他回家，并且注射了对动物有用的解药，结果还是晚了一步。病毒已经蔓延山姆全身，要不了多久他也会变异。对内维尔而言，山姆早已是家人般的存在，可现在他不得不含泪送走山姆。这下内维尔彻底成了孤家寡人，生存意志更是被消磨殆尽。绝望的同时，他的心中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。埋葬好山姆，他又来到音像店，对着这里的假人哭泣。一直等到夜晚来临，内维尔开车疾驰在黑暗中。与此同时，夜魔也在夜间活跃起来。内维尔如同殉道一般，要和这群怪物同归于尽。然而夜魔实在不好对付，他们行动极快，虽然撞死了部分夜魔，可在夜魔老大的召唤下，小弟们全跟打了鸡血一样朝着内维尔冲去。最后汽车被掀翻，夜魔老大是不是很眼熟？没错，正是此前内维尔抓走女夜魔时出现的那一个。就在他探进车厢准备给内维尔致命一击时，一道刺眼的白光出现，夜魔全都被吓跑。不过汽车剧烈的震荡也让内维尔有些吃不消。恍惚间，他被人带到另一辆车上，说出自己的住址后便晕了过去。再次醒来，人已经身处家中，腿上的伤口也被缝合。内维尔十分警惕，他拿着手枪小心翼翼来到厨房，却发现救人的是眼前这对母子。女人名叫安娜，正在做早餐，还贴心地为内维尔准备了一份。一旁的小男孩叫伊森，两人正在通过广播找过来了，已经在码头等了1天。
安娜告诉内维尔，他们要去福蒙特州，那里有幸存者的聚集地。原来病毒无法适应寒冷气候，这让一部分人获得了喘息的机会。尽管安娜耐心解释，可内维尔却不愿相信。在他的认知中，人类已经差不多灭亡，不可能存在什么避难所。一时无法接受现实，内维尔甚至乱发脾气。等到冷静下来，才意识到错误。好在安娜并没有生气，毕竟内维尔独居3年，可能已经不知道怎么和人相处了。内维尔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，可安娜并不完全认同。她认为夜魔的大脑功能不仅没有退化，甚至还进化了。想想也是，不然夜魔又怎么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模仿内维尔制造了几乎一样的陷阱呢？这一说法虽然难以置信，但内维尔无法反驳。这次对话让他收获一条重要线索，没错，病毒惧怕寒冷。于是内维尔开始了新一轮实验，他给女夜魔注射足量镇静剂以及解药后，让她躺在一堆冰块上，试图用冷却的办法提高血清的效果。等待期间，内维尔将熟睡的伊森抱到女儿的房间，之后再次和安娜攀谈起来。这一刻或许是他3年以来最放松的时候。然而晚上在去留问题上，两人却发生了分歧。安娜希望内维尔能一起前往聚集地，她认为听到广播从夜魔手上救出内维尔，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。但作为一名坚定的唯物主义者，这套说辞对内维尔而言显然缺乏说服力。灾变前，全世界有60亿人口，面对致死率90%的病毒，足足有54亿人丧生。剩下的10%中，90%人变成了夜魔，仅仅1%的人自带免疫。这些数据足以说明上帝根本不存在。安娜被内维尔怼得哑口无言。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一阵骚动，透过窗户是数不清的夜魔。万万没想到，他们竟然跟踪了过来。尽管内维尔及时启动房子四周的陷阱，但是并不能把夜魔团灭。他们的行动看起来很有战略性，一部分负责打掉门口的大灯，另一部分冲在前面，摆明是要当炮灰。没有了阻碍，剩下来的夜魔大军开始浩浩荡荡入侵内维尔的家。内维尔被夜魔抓住，拖进房间。命悬一线之时，他拿起一把锥子，狠狠刺进夜魔的身体，紧接着拿枪引燃了房间，这才暂时逼退了夜魔。内维尔带着安娜母子躲进地下实验室。意外的是，解药终于对女夜魔起了作用。可高兴不过3秒，夜魔大军闯了进来。夜魔老大将玻璃门撞出裂缝后，用手在上面画出了蝴蝶的图案，这让内维尔想到了什么。果然，女夜魔的脖子上也有蝴蝶纹身。原来，夜魔老大的计划并不是杀人，而是救出女夜魔。至此，内维尔终于相信安娜所说，夜魔已经进化成了一种与人类平等存在的新物种。故事最后，内维尔推着女夜魔来到门外，夜魔老大抱着她，带着小弟们离开了内维尔的家。风波平息后，内维尔终于答应安娜的邀约，3人一同踏上前往聚集地的旅途。作为经典的双结局剧作，影片其实还有另一个结局。地下室里，夜魔老大并没有画下蝴蝶图案，而是一次次撞击玻璃门。在此期间，内维尔让安娜母子躲了起来，他则用最后的时间从女夜魔手上抽出一管带着抗体的血。内维尔把解药交到安娜手上，让她一并带到幸存者聚集地。随后，他一个人来到玻璃门前，在实验室沦陷的最后一刻引爆手雷，和夜魔大军同归于尽。相比第一种结局的峰回路转、世界和平，第二种显然要悲壮得多。不过我还是喜欢第一种，少了些套路的味道。时隔15年，再次重温这部经典之作，依旧令人感慨。据外媒报道，威尔·史密斯有望继续出演《我是传奇》的续集，具体日期尚未公布，可以浅期待一下。末日世界或许孤独比病毒还要恐怖。影片前半部分用了超过30分钟时长，展示了末日情况下男主为了保持文明存在，极力维持一个正常人的日常生活，锻炼、狩猎、打高尔夫、去影像店租碟片。尤其是威尔·史密斯在影像店跟假想中的女孩对话的场景，可以说是直击观影者内心，一股莫名的苍凉和孤寂不由得涌上心头。在病毒肆虐时，杀死人类的是病毒，可当世界只剩下寥寥无几的人类时，杀死他们的就会是孤独。这也是为什么失去狗子山姆后，
内维尔彻底崩溃的原因。人类依靠自己的智慧盘踞生物链顶端，但智慧也是一把双刃剑，有时又会带着我们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一看原片，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